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韩国那场亲中梦的幻灭。你也许以为韩国可以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左右逢源，两边通吃，既享受美国的技术和安全保护，又攫取中国庞大的市场红利。然而现实给了韩国当头一棒，这个曾经缔造汉江奇迹的经济强国，如今出口暴跌，某些领域甚至腰斩一半，陷入数十年未见的困境。更讽刺的是，昔日对北京的亲善期待，如今化为泡影。韩国不但没能续梦，反而不得不转身急喊台湾求合作。而北京呢，这次恐怕也帮不上忙，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推了一把韩国走向这场经济危机。让我们层层拆解这个故事，韩国的亲中梦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破灭的？当前韩国经济遭遇了哪些前所未有的打击？又为何会出现向台湾求援的戏剧性一幕？时光回溯到2010年前后，那时的韩国意气风发。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韩国靠着勤劳和政府导向的经济政策，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汉江奇迹。三星、现代、LG 等企业扬名海外，韩流文化风靡亚洲。韩国由一个战后贫困国跃升为全球第11大经济体，站上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在韩国经济腾飞的过程中，有一条关键主线对外出口。韩国国土不大，资源有限，走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早年他们以纺织、鞋类等劳力密集产品起家，后来转向造船、汽车、电子、半导体等高附加值产业，每一步都要找到广大的海外市场，承接韩国制造的产品。21世纪初，中国经济以惊人速度崛起，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大市场。对韩国而言，这无疑是天赐良机。一个近邻的14亿人口市场正急需各种工业产品和消费品。更妙的是，中国还愿意对韩国商品打开大门。2015年前后，韩国更与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双边贸易额屡创新高。许多韩国企业大举投资中国，把工厂开到天津、青岛、广东。韩国政府也积极促进对华经贸，幻想着搭上中国高速发展的便车，让韩国经济更上一层楼。不仅如此，韩国一度相信自己能在中美之间维持巧妙的平衡，从两边获益。一方面，它是美国的铁杆盟友，有美军驻扎提供安全保障，美国技术和资本源源不断流入韩国。另一方面，他也努力和北京保持友好，历任韩国总统多半避免在公开场合批评中国，尽量在一些国际议题上采取模糊策略，不得罪这个强大的邻国。韩国领导人满心以为，凭借这种左右逢源的汉江生存术，韩国可以成为美中双赢的最大受益者，经济上吃中国市场的红利，安全上靠美国的大腿，两头都讨好。这个如意算盘造就了韩国经济在2010年代中期之前的一段蜜月期。韩国对中国出口猛增，中国一度占到韩国1/4以上的出口额，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韩国向中国销售从化工原料、钢铁、水泥等基础材料，到电子零件、显示面板、半导体芯片等高科技中间品，再到现代汽车、乐天巧克力派这类最终消费品，可谓无所不包。韩国对华贸易年年顺差，赚得盆满钵满。2013年时，韩国对中国的贸易顺差高达628亿美元，创下历史峰值。韩国企业和政府沉浸在亲中经济战略的甜美果实中。然而，亲中梦做得越香甜，埋下的隐患也越大。韩国从中国赚了钱，也逐渐对这个市场产生了依赖和麻痹，一时忽略了环伺四周的暗潮汹涌。2016年，第一道惊雷劈下，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平壤当局频繁试射导弹，让韩国如芒在背。作为盟友，美国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以拦截潜在的朝鲜导弹攻击。2016年到2017年间，韩国同意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消息，瞬间引爆了北京的强烈不满。中国坚称萨德的 X 波段雷达将渗透其国土，威胁中国安全。因此，北京对首尔展开了一场前所未见的经济报复行动。韩国人这才发现，原来靠近中国的甜头背后也潜伏着苦涩的代价。这场萨德风波给韩国带来的冲击
堪称教科书级的经济制裁案例。观光业瞬间雪崩，中国政府下令禁止旅行社组织团队游韩国，原本熙熙攘攘的中国旅游团一下子绝迹。要知道，萨德事件前，中国游客是韩国观光产业的绝对主力，整年数百万人次，走到明洞、济州岛，到处都能听见中文。突然之间，中国游客锐减近90%，免税店门可罗雀，观光景点生意萧条。首尔明洞的商家惨呼，营业额腰斩；济州岛的旅馆、免税商店连续倒闭。据估计，2017年中国旅客骤减让韩国观光收益损失约7兆韩元以上，相当于数十亿美元的收入凭空蒸发。韩流文化遭封杀，曾几何时，中国年轻人疯狂追捧韩剧 K-pop， 韩国明星在中国开演唱会，一部韩剧出口就挣得上千万。但萨德事件后，中国广电部门对韩流寄出封杀令，韩国艺人被禁止参加中国节目，韩剧无法在电视台播出，新电影也不给上映配额。韩国最火红的偶像团体防弹少年团、女团，在中国所有宣传活动一夜之间喊停，代言、商演、大陆巡演通通泡汤，大量韩国娱乐公司因此股价暴跌，损失惨重。原本蓬勃的韩流经济在中国市场戛然而止，产品与企业抵制，中国民间和官方联手抵制韩货。首当其冲的是乐天集团，因为萨德基地用地正是乐天提供，中国官方一声令下，乐天在中国的超市、购物中心接连被查，被勒令停业整顿，甚至以消防、安全等理由关闭。短短几个月，乐天在华超市从100余家锐减到几家苦撑，不得不最终退出中国市场，损失数十亿美元。其他领域像现代汽车在中国的销量也遭重击。中国网民掀起抵制韩货浪潮，购买3星手机、现代汽车的人骤减。现代汽车当年在中国的销量腰斩，市场占有率从将近1%暴跌到不到 5%， 一座工厂被迫停工。韩国化妆品也被抵制，爱茉莉、雪花秀这类品牌在华业绩一落千丈，就连食品也不能幸免。大陆年轻人爱吃的韩国巧克力派、泡面销量都明显下挫。这一系列组合拳打得韩国措手不及，犹如在梦中被人泼了一盆冰水。韩国朝野震惊于中国经济报复的烈度和精准，北京没有宣战一兵一卒，却让韩国多个产业生灵涂炭。一些韩国媒体哀叹这是经济上的中韩战争，而且韩国完败。过去韩国只顾着赚钱，未曾深思自己有多依赖中国市场，如今尝到苦果，悔之晚矣。面对这种情况，首尔当局不得不战略性退让。2017年底，时任总统文在寅采取行动，试图修补中韩关系，提出著名的3不政策：不追加部署新的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导弹防御网，不组建韩美日军事同盟。这番低姿态明显是向北京递橄榄枝，表示韩国愿意顾及中国关切，不会完全倒向美国的战略。文在寅政府希望以此换取中国停止经济报复，恢复正常交流。北京表面接受了韩方让步，逐步解除部分限制。例如2018年开始，中国旅游团陆续解禁赴韩，韩国艺人也零星重回中国综艺，但那次裂痕造成的损失已无法完全弥补。很多韩国企业元气大伤，在华布局从此走下坡路。而更重要的是，韩国社会开始对中国的观感产生微妙变化，那种盲目的亲近和信任被动摇了。人们心中第一次埋下疑问，韩国是不是过度依赖中国了？北京会不会再拿经济武器相要挟？尽管如此，在萨德事件稍稍平息后，韩国的亲中梦并未立即破灭。部分韩国精英仍相信，只要不再刺激中国，维持友好，经济上还是可以继续合作共荣的。毕竟中国市场太大，钱太诱人了。于是韩国一边小心翼翼满足中国的外交红线，一边希望着能恢复以前在中国大赚特赚的日子。就在韩国试图重新讨好中国的同时，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那就是中韩产业竞争的全面爆发。如果说萨德报复是外力突然斩断韩国对华经济的某些收益，那么接下来发生的则更像温水煮青蛙，中国制造在多个领域迅速崛起，
开始反过来蚕食韩国的饭碗。有句形象的话来形容中国对某些外国产业的策略：养肥了再杀。这并非中国官方宣称的政策，但不少国家企业都有类似体验。一开始，中国大量向你采购产品，让你尝到甜头，甚至帮助你壮大规模。可等中国自主培养出本土竞争者后，就会毫不留情地削减进口，把订单转给国产企业，反过来击垮原先的外国供应商。韩国在近10年间就多次经历这样的过山车。先看显示面板产业，韩国的三星显示器、LG 显示器公司曾是全球液晶面板 LCD 的双巨头。10多年前，中国电视、手机厂商对高品质屏幕供不应求，只能依赖韩国、日本和台湾的面板进口。韩国面板厂当时可谓赚翻了，年年对华出口额节节高升。更有甚者，韩国厂商为贴近市场、节省成本，干脆跑到中国设厂生产 LCD， 比如 LG 在广州投建大尺寸面板厂，三星在苏州建厂等等。中方非常欢迎韩企来投资，地方政府给予优惠用地和补贴，双方一片合作双赢景象。但其实中国背后也在下一盘更大的棋，培养自己的国产面板企业。中国政府投入巨资扶植京东方、华星光电等本土公司上马先进产线，引进外国技术人员，高薪挖走台韩的工程师，购买韩日设备。在国家队护航下，中国面板厂产能疯涨，品质快速提升。一开始，中国面板还只能生产低端屏幕，但短短几年内，他们就追上了技术曲线。到了2019年前后，中国厂商在 LCD 电视面板市占率上升到全球第一，价格上更是杀得韩企无力招架。随之而来的剧本是残酷的，韩国面板双雄节节败退，被迫退出 LCD 市场。2020年起，三星和 LG 相继宣布关闭大部分 LCD 生产线，甚至将现有厂房卖给中国公司止损。比如三星把苏州 LCD 厂作价10亿美元卖给中国的 TCL 华星光电， LG 也将广州最后的 LCD 厂出售给华星。这意味着曾经辉煌的韩国 LCD 时代结束了，全球最大液晶屏制造商的头衔让给了中国企业。回顾这过程，你会发现中国前期大量进口韩国面板，养肥了韩企，随后中国国产化成功，就迅速断奶，杀死韩企的利润来源。韩国在这期间虽然赚过钱，但最终不得不放弃整个 LCD 事业。如今全球电视、手机所用的液晶屏超过一半由中国供应，韩国几乎沦为买方而非卖方。韩国只剩下一点高阶的 OLED 有优势，可中国也正砸下重金发力 OLED 显示技术，计划未来几年建更多 OLED 工厂。韩国显示产业领袖们不寒而栗， LCD 的剧本会不会在 OLED 重演？再看电动车电池产业，韩国的 LG 化学、现 LG 新能源、三星 SDI、SK On 等电池公司曾经与日本企业一同引领全球锂电池技术。在电动汽车刚起步的阶段，韩国电池敲开中国市场大门，给不少中国电动巴士、乘用车提供电池。韩企也积极在中国投资建厂，期待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浪潮的主要供应者。然而，中国政府很快亮出了一道隐形门槛，对享受补贴的电动车要求其所使用的电池必须来自推荐目录上的企业，而外国企业，包括韩国电池商，一开始都不在这个名单里。结果，在2015年至2017年这段关键成长期间，外国电池被挡在补贴政策之外。中国本土企业如宁德时代、Cattle、比亚迪、国轩、高科等则拿到巨额补贴订单，疯狂扩张。韩国电池厂等于被排除在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门外，只能干瞪眼看着中国同行做大。等到中国稍后取消这种歧视性规定时，局势已经翻转，宁德时代成为世界第一大动力电池公司，市占率远超 LG。 比亚迪也自产电池并应用在自己热卖的电动车上。韩国电池仅在少数合资品牌车上还有一席之地，大部分中国车企都选择价格更低且政治正确的国产电池。韩国前些年好不容易在中国建的电池工厂大多产能闲置，甚至出现关停。与此同时，
中国电池开始大量出口世界，竞争到韩国企业的大本营欧洲去。韩国人再次感受到养肥杀战术的滋味。中国消费者和企业曾短暂依赖韩国电池，但当中国自己羽翼丰满后，就完全不需要韩国货了，反而成为韩国在海外市场的强敌。汽车产业也是相似剧情的延伸。虽然韩国汽车工业现代、起亚并非完全仰赖中国市场，但过去也曾在中国取得辉煌最多时。现代起亚在中国市占率近1成，年销车超过160万辆，把中国当作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单一市场。然而萨德事件后，中国消费者对韩系车的好感度大跌，加上中国本土品牌崛起，品质提升，韩国车在华销量雪崩。到了2021年，韩系车在中国市占率跌破 2%， 工厂停工，合资公司裁员成常态。现代汽车不得不关闭在华的部分工厂，把重心转移到东南亚等别处。这意味着韩国汽车也逐渐被赶出了中国市场。而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尤其是电动车，现在不仅主导本国市场，还加速出口欧亚各国，声势压过韩国车。换言之，在全球汽车竞技场上，中国正从后追赶上，对韩国形成全面压力。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很多，钢铁、造船、家电、智能型手机、工程机械，过去不少中国依赖韩国供应的领域，都在近年来快速实现国产替代，甚至开始反向输出产品到韩国。2025年，有一份韩国经济团体的报告显示，韩国10大出口产业里，有一半产业的企业竞争力已被中国超越，而预计再过5年，中国企业竞争力将在这10大领域全面赶上或超越韩国。具体而言，中国企业目前在钢铁、通用机械、二次电池、动力电池、显示器、面板、汽车等5大领域已领先韩国同行，而韩国还暂时保持优势的半导体、船舶、石化、生物医疗等，也被预测在未来数年内被中国迎头赶上。换句话说，韩国引以为傲的全产业链竞争力正被中国全面挑战。这种局面从贸易数字上也可窥见端倪。前面提到，韩国对中国曾长期维持巨额顺差，等于中国源源不绝向韩国输血买单。但这一格局在近年发生了逆转，随着中国进口韩国产品减少，而韩国仍需要进口中国的廉价制成品和原材料，韩国对华贸易顺差大幅缩水。2022年下半年开始，韩国对中国出现连续多月的逆差，到了2023年，更加戏剧性的一幕出现，韩中建交31年来，韩国首次对中国贸易年度逆差，而且逆差额相当可观。具体数据显示，2023年韩国对中国出口约1248亿美元，较前一年骤减了 19.9%， 创下30年来新低。同时自中国进口约1428亿美元，全年累计下来，韩国对华逆差约180亿美元。自从1992年韩中建交以来，除了建交当年有小幅逆差之外，韩国对中国一直年年赚钱，最高年份一年净赚超过600亿美元，如今却在31年后重演逆差局面，而且一出手就是将近200亿的窟窿，足见转变之剧烈。韩国从对华顺差国沦为对华逆差国，象征着昔日那种韩国赚中国钱的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结构性巨变正在发生。为何短短几年，韩国就从中国身上赚不到钱了？韩国学者指出，过去韩国过于安逸地依赖中国市场，没有意识到中国的迅速发展和变化。同时，韩国出口产业自身竞争力的减弱也是原因。换言之，韩国以往赚中国钱的一大模式是向中国出口中间产品、零组件，由中国组装加工后再出口。但中国自身制造业技术近年急速提升，很多中间材料自己就能生产，不需要再跟韩国买，或者买的少了。另外，中国自己也在出口高阶产品，跟韩国在国际市场上短兵相接。这些因素一起导致韩国对华出口锐减，韩国对中国出口额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已从2021年的 25.3% 下降到2023年上半年的 19.5%， 2年内比重骤降近6个百分点。这是韩国出口版图历史上非常剧烈的变动，可见韩国经济正在去中国化，
或者说被中国挤出。偏偏在此同时，韩国对中国的进口依赖有些领域却无法迅速摆脱。例如，韩国发展新能源产业需要大量电池原物料，而这些材料几乎都仰赖中国供应。据统计，2023年上半年韩国所需的锂盐、氢氧化锂 82.3% 从中国进口，镍原料 72.1% 来自中国，钴原料更是 100% 依赖中国。光是电池成品和锂原料两项，韩国当年对华贸易就逆差超过100亿美元，等于韩国在买中国的原料，填补了对华顺差，甚至倒赔。这种情况下，即使韩国想减少对中国采购，也非朝夕可成，因为短期内全球找不到别的供应源可以替代这么大的数量。这就使得韩国陷入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出口上中国不再需要你太多，但进口上你还离不开中国。韩国对华贸易逆差看来短期内很难扭转，反而有可能扩大。综上所述，在萨德事件之后几年，韩国慢慢意识到一个残酷事实，它过去倚重的中国市场已不再是躺赚的保险箱，反而变成一片充满本土狼虎的竞技场。曾经韩国作为老师，把技术和产品卖给学生中国，如今学生全面毕业，还反过来和老师抢工作。韩国许多支柱产业不再高枕无忧，一夜之间仿佛面临生存危机。如果说韩国的亲中梦在这时候还没彻底破灭，至少已经开始动摇了。韩国企业界和政策圈开始讨论中国风险，过度依赖中国经济带来的风险。萨德报复是政治风险，中国产业崛起是竞争风险，两者结合起来，让韩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华策略。谈及韩国产业的命脉，无论如何绕不开半导体。韩国可以没有石油，没有粮食，但绝对无法失去在全球半导体产业的地位，因为这是韩国经济的支柱和骄傲。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两大韩企占据了全球记忆体芯片市场超过一半份额，每年靠出口芯片挣取大量外汇，因此半导体出口兴衰直接牵动韩国整体经济冷暖。过去10多年，韩国半导体可谓春风得意，世界各国都离不开韩国的 DRAM 内存和 NAND 快闪存储，连中国的科技公司也是韩国芯片的重要买家。2017年至2018年，全球矿机热和数位产品需求让记忆体价格暴涨，三星、海力士大赚特赚，为韩国创下了历史最高的出口记录。那时韩国人开玩笑说，全国人民吃半导体这碗饭。半导体产业也支撑起韩国对中国的巨额顺差。中国、韩香港是韩国芯片的最大出口市场，因为中国电子工厂需要进口韩国芯片组装手机、电脑，再卖往世界。然而世事无常，韩国半导体的好日子没持续太久，就碰上了两股不祥的暗流交织，一是产业周期下行，二是地缘科技角力。这双重冲击让韩国半导体陷入少有的腹背受敌困局。先说产业周期，半导体尤其是记忆体市场向来起伏剧烈，供过于求时，价格骤降。自2022年下半年开始，全球芯片市场进入寒冬，通膨上升和疫情后需求放缓，导致 PC 智能手机销量下滑，记忆体芯片库存严重积压，于是 DRAM 和 NAND 的价格一路跳水。对韩国而言，这是毁灭性的，记忆体价格跌一半，出口收入就近乎腰斩。2022年底到2023年上半年，韩国的半导体出口连续多月同比骤减30%以上，仅2023年5月，韩国芯片出口额就同比下滑了 36.2%， 已经连续10个月负增长。曾经赚钱的摇钱树忽然变成拖累整体出口的包袱。因为半导体在韩国出口中占比第一，单一品项比重超过20%，一旦它下跌，韩国出口数据整体难看。事实也是如此，韩国从2022年下半年起，出口额连跌，到了2023年中，出口已连续下滑了10多个月，创金融危机以来最长纪录，贸易收支也持续逆差达1年多。韩国经济这只金丝雀在全球贸易的矿井里示警，风暴来了。价格暴跌还不是最棘手的，库存迟早会出清，但地缘政治带来的问题远比经济周期更复杂难解。这正是韩国半导体所陷的另一重泥淖——美中科技战。
随着中美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白热化，美国下定决心要遏制中国半导体发展，一系列出口管制、大棒政策相继出台，把中国先进芯片发展的路卡得死死的。而夹在中间的韩国日子极不好过。作为美国盟友，韩国被要求配合限制对中国出口尖端芯片和设备，而作为中国的邻国和半导体供应者，韩国又害怕中国报复或失去中国市场，左右两难的处境让首尔如坐针毡。2022年10月，美国商务部出台新规，禁止向中国提供14奈米以下先进制程所需的美国芯片设备和技术，并要求拿到美技术授权的芯片企业不得把高阶产品供应中国。这规则虽然针对中国，但由于全球半导体产业链紧密交织，韩国企业首当其冲。例如，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中国各自有大型晶圆厂，西安的 NAND 厂，无锡的 DRAM 厂，生产大量记忆体供全球。若美国禁令严格执行，这些工厂将无法获得先进设备升级，长期可能成为技术孤岛。韩国政府为此多次与美方协商，最后美国暂时给了韩国厂商一项豁免，允许他们暂时继续向中国厂供应必要技术和设备，但这豁免每年需延长，不确定性极大。韩国芯片巨头等于被美国掐住咽喉，要你选边站，不然就让你在中国的投资打水漂。韩国当然不敢得罪美国，只能逐步向华府靠拢。同一时期，美国主导建立 Chip 4芯片四方联盟，美日韩台要求韩国加入，意在整合供应链对抗中国半导体。韩国经过权衡，还是参加了预备会议，虽然低调，但动向明确。对此，北京多次表达不满，警告韩国不要成为美国恶华的棋子。韩国真是里外不是人，稍有亲美动作就遭中国外交部和官媒敲打，可若不配合美国，又怕遭美国制裁技术，丧失盟友信任。这场大国博弈中，韩国半导体觉得自己像风暴中的一叶小舟。更让韩国心惊的是，中国也在加速摆脱对韩国芯片的依赖。中国是韩国记忆体的最大买主没错，但中国并不甘心永远做冤大头，除了极力研发自家 DRAM 和 NAND， 虽然短期难以赶上韩国，但进步不容小觑。中国还针对半导体产业的关键弱项下手，那就是设备。制造芯片离不开昂贵的半导体生产设备，而这市场长期被美日荷等少数几国垄断。韩国也有一些中间设备公司分一杯羹。中国过去建晶圆厂不得不采购大量外国设备，其中也包括韩国制造的设备。然而，近年中国推行半导体设备国产化战略，对外设备能不买就不买，非买不可，也尽量买较低阶的、便宜的。北京甚至祭出了一条 50% 规则，在业内广为流传，每进口一台国外设备就必须购买一台国产设备。这个规定中国官方没有公开宣布过，但据韩国媒体报道，已经成为中国芯片企业墨守的潜规则。也就是说，中国芯片厂如今购买机台要一中一外搭配，确保至少一半采购额留给国产品牌。乍看之下，这政策针对的是美日荷等大设备商，怎么韩国也着急了？问题就在于，在高端核心设备上，例如 EUV 光刻机，中国现阶段造不出，只能继续买荷兰 ASML、美日的顶尖产品，这方面中国无法替代。但为了遵守 50% 的内购比例，中国厂商就把刀转向了技术中等、可替代性相对高的韩国设备。韩国有一些二线半导体设备公司，例如专攻薄膜沉积的 Jusung、周星工程，做缺陷检测的 Nextine 等等，技术水平比起 Applied、Lam 这些美国巨头是稍逊半筹，但比中国初创公司又强一些。以前中国晶圆厂爱买韩国这些性价比不错的设备，可现在政策一出，凡是能用国产终端设备顶替韩国的，就尽量用。结果韩国设备商直接成为牺牲品，周星工程80%营收仰赖中国，今年前3季销售额比去年减少 14%， Nextine 销售额更暴跌 39%。 有业内人士惊呼，北京此招精准猎杀韩国半导体设备企业。看看数据就知道伤害有多大。2025年前10个月，韩国对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出口只有 9.63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减少了 17.8%。如果和2021年高峰相比，更是整整缩减了一半。
也就是说，不到几年光景，韩国设备对华出口量被腰斩掉 50%。而对照一下，中国今年1到10月进口的半导体设备总额其实高达284亿美元，同比还增长了 6.7%。中国厂没少买设备，只是不再买韩国的了，转去买日本的，甚至凑合用国产的，把韩国拦在门外。这对韩国产业界又是一记闷棍。本来韩国的半导体企业被美国限制对华高端产品出口，已经很难过，现在连给中国卖设备的路也被中国自行封杀一半。中国提高设备国产化的决心由此可见一斑。韩国专家担心，这还只是开始，未来随着中国本土设备性能提升， 50% 规则执行率会越来越高，韩国对华设备销售可能继续断崖式下跌。韩国半导体协会的一位高层直言，韩国设备商唯一的出路就是要么技术上做到中国企业无法替代，要么就得开拓美国、台湾、欧洲等其他市场。说白了就是2条，和中国比创新，或者干脆逃离中国，另寻活路。至此，韩国人不得不接受一个残忍的现实，曾经他们幻想中国会一直当自己芯片产品的买主，现在中国却处处与之争执。曾经他们认为北京是友好的邻居，如今却发现对方正努力摆脱依赖，甚至暗暗使绊子。韩国半导体产业处境之艰难，在2023年达到峰值，卖不出去，全球需求低迷，中国市场萎缩，拿不到关键设备，美国管制，怕丢掉中国工厂，政策不确定，还被中国挤占中低端市场。这导致韩国经济在统计上也出现了多年未见的疲态。2023年全年韩国出口减少 7.4%， 是近3年来首度负增长，而由于进口也降更多，全年仍有近10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连续2年对外贸易净亏损，这在韩国是极其罕见的。要知道，以往都是出口狂赚，顺差连连，如今却进入逆差时代，怎不令人忧心？其中对华贸易大幅恶化正是关键原因之一。值得玩味的是，当韩国在中国身上赚不到钱时，反而在美国等市场加大了开拓力度。2023年韩国对美国出口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157亿美元。美国时隔18年重新超越东盟，成为韩国第2大出口市场，仅次于中国，但与中国差距大幅缩小。同年韩国对波兰、沙乌地、阿拉伯、阿联酋等国出口也显著增加，可见韩国正在悄悄调整出口目的地，不再把鸡蛋全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而是试图分散到更多国家。尤其是拜地缘局势所赐，韩国防卫产业异军突起，向波兰大笔出售坦克、自走炮，向中东推销防空系统和核电站，成绩亮眼。某种程度上，韩国找到了中国市场的部分替代品，这正好反映了韩国经济策略的一个重大转向，从轻中逐渐转为去中。然而，重新布局海外市场只是治标，韩国更深层次的挑战在于如何处理对华关系。经过了萨德报复、中国竞争、芯片战夹击这几番折腾，韩国民间和官方对中国的认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韩国对中国经济的幻想破灭，不仅体现在贸易数字上，也体现在人心向背上。韩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在最近这10年里经历了一个由热转冷，甚至变怒的过程，这对韩国外交政策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回想2010年前后，韩国社会其实对崛起的中国颇有好感和期待。那时韩流文化正大量输出中国，中国观光客带来财富，韩中两国民间交流频繁，彼此印象还算正面。虽然历史上韩国人对日本有强烈反感，但对中国这个邻居更多是陌生、新奇，还没有严重的负面情绪，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可能成为韩国新的依靠。然而，萨德事件是一个转折点，中国政府对萨德的过激反应让很多韩国普通人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愤怒。凭什么我们为了防御朝鲜导弹却要受中国惩罚？凭什么北京可以肆意干涉我们的安全主权？韩国民众看到自家企业被整，文化被封杀，心中的不满日积月累，特别是乐天、现代那些被制裁的企业，在国内雇佣大量员工，损失最终让老百姓买单。
这更让他们怨气冲天。一些韩国青年开始在网络上发出反华声音，批评政府对中国太软弱。韩国政府当时为了经济不得不让步，自认是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但在民间，这被视为国耻般的屈辱。许多人开始把中国和过去的日本帝国相提并论，都是欺侮韩国的霸道邻国。虽然这种比喻未必客观，但情绪上，韩国民意确实在变坏。民调显示，韩国国民对中国的负面好感度在萨德事件后大幅攀升，好感度跌至低谷。接下来几年，中韩之间又陆续发生了一系列令韩国人不满甚至愤怒的小摩擦，进一步恶化了形象。举几个例子，文化起源之争，中国网络上时不时有人声称韩服、韩国传统服饰、泡菜、端午节等起源于中国，引发韩国网友激烈反击，双方网民在网上吵成一片，彼此言语攻击，增加了对立情绪。韩国人视这些为自身文化，被中国如此认领自然无法接受，觉得是文化挪用和贬低。奥运风波，2022年北京冬奥，一名中国短道速滑教练疑似刻意干扰韩国选手，韩国选手被判犯规，取消资格。韩国舆论哗然，指责中方不公平，而中国人对韩国选手过往犯规也记忆犹新。双方媒体互相攻讦，让两国民间敌意更深。入境检疫争端，2023年初，中国爆发严重的新冠疫情后，韩国对自中国入境旅客加强检疫，包括限制航班、落地核酸、区隔管控等。中国有人曝光韩国机场给中国旅客挂特殊标志牌，引发中国社交媒体对韩国的口诛笔伐。北京随即以对等名义停止发放韩国公民赴华签证，使许多有商务、探亲需求的韩国人受阻，这在韩国社会也引起反感，认为中方过度报复，小题大做。外交失言事件，2023年6月，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在会见韩国在野党领袖时，语出惊人的警告说，赌中国输的人一定后悔。这番话在媒体公开后，韩国举国哗然，执政党痛批大使干涉内政，威胁韩国，要求他道歉。韩国外交部也召见中国大使，提出严正抗议。韩国民众更是群情激愤，他们听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韩国敢倒向美国，就等着中国收拾你。这简直踩到韩国民族自尊的尾巴。接下来几天，首尔街头甚至出现民众举着邢海明滚蛋标语的抗议活动，这是过去难以想象的景象。韩国人居然公然要求中国大使滚出境，可见韩国民意对中国的忍耐已到了临界点。所有这些事件连锁反应，使得韩国全国范围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外交回头潮。这种转变可以用民调数字来说明。根据多家机构调查，韩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近年跌至历史最低，不喜欢中国的比例高达7-8成，超过对日本的负面观感比例。要知道，长期以来，日本殖民者的历史阴影使韩国社会对日本充满敌意，中国一直不是韩国人最讨厌的对象。然而在最近几年，中国首次取代日本，成为韩国人心目中最反感的国家之一。这种心理巨变背后，正是经济吃亏、文化冲突、外交摩擦的多重叠加。民意的逆转对国家政策有直接影响。过去亲中的韩国政府，如朴槿惠、文在寅时期，之所以存在，一定程度是因为民众觉得跟中国交好有利经济，不失为明智选择。但如今大部分韩国人觉得对华软弱只会换来得寸进尺，经济上也看不到好处，那么支持就会转向强硬对华的领导人。2022年，韩国选出了新的总统尹锡悦，他所代表的保守派一向对共产阵营不甚友好，更强调与美国协调一致。尹锡悦上任后迅速改弦更张，外交全面向美日倾斜，对中国不再卑躬屈膝。他在接受外媒采访时甚至明确表示，台湾问题不是中国的内政，而是类似韩国遭外敌入侵的问题，国际社会应该反对片面改变现状。这种挺台言论在以前韩国总统口中极罕见，立刻引来北京的强烈不满。但尹锡悦政府并未退缩，继续在国际场合提升韩美日合作的调门，并就南海、台海议题发声符合西方立场的意见。很明显，韩国外交正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转向，摆脱过去那种对中委曲求全、
唯唯诺诺的方针，转而更坚定地站在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相近的阵营。这背后当然离不开韩国民意的支持。韩国老百姓现在对政府强硬回应，中方挑衅普遍点赞，认为是找回国格。他们也对加强与美日合作报以更多理解，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担心刺激中国。毕竟大家已经看透了，你就算对北京客客气气，他该惩罚你还是惩罚你，客气换不来尊重，反而让自己陷入更被动的地步。与其如此，不如早做打算，寻找其他靠山和市场，降低对中国的依赖。于是我们看到2023年至2025年这段时间，韩国在国际战略上做出了一系列动作，弥补过去的亲中路线，堪称大转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韩国开始前所未有的寻求与台湾的合作。这个发展让很多人惊掉下巴。要知道，韩国与台湾之间有段特殊的往事。韩国在1992年与中国建交时，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台韩外交关系瞬间终止。此后30多年，韩国在外交上非常小心，不与台湾有官方往来，以免激怒北京。两国只有民间和经贸互动，但受限于政治敏感，韩国企业也不敢高调与台湾合作。毕竟中国市场更大，韩国社会过去对台湾的关注度也不高，多数人把目光放在大陆。然而，随着韩国在大陆市场屡屡碰壁，他们逐渐意识到一件事，在半导体等关键产业上，真正能理解韩国处境，跟韩国同舟共济的不是别人，正是台湾。诚然，在芯片制造领域，韩国和台湾曾是激烈竞争对手，三星与台积电在晶圆代工方面争夺霸主地位，韩国的 SK 海力士与美光、南亚科等台美厂商争夺记忆体市场。但大环境变了，美国遏制中国芯片的战略需要联合盟友，韩国和台湾其实被绑在了同一艘船上，而中国则同时对韩台两地的高科技企业构成挑战和压力。在这种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格局下，韩国和台湾有了合作的共同利益。2025年11月，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长吕汉九公开表示，希望能与台湾携手，联合向美国交涉半导体关税问题。原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曾考虑对进口芯片客征高关税，延续他对其他领域的贸易保护措施。韩国担心自家芯片卖美国遭额外成本，便积极游说美方。而此时，台湾也在和美国协商类似问题。吕汉九说，台湾也正在和美方协商，所以南韩和台湾有空间透过合作一起争取最优惠待遇。这几乎是韩国官方第一次明确提议与台湾站在一起，向第三方协调利益。虽然他没细说细节，而且韩方官员后来拒绝透露是否真的和台湾接触，但话已出口，意义不凡。台湾方面对韩国伸出的橄榄枝也表示欢迎和兴趣，毕竟台积电、三星都在美国投资设厂，面临相似的美国政策环境，联手向美国争取平等待遇，符合双方利益。这等于台韩在半导体国际游戏中从竞争变成某种程度的共同战线。除了这次谈判合作意向之外，韩国与台湾民间技术交流也渐渐增多。例如，台积电在韩国招揽优秀的半导体工程师，韩国科研机构与台湾讨论芯片制造的合作专案等等。在电子供应链上，由于中国地区供应风险增加，韩国公司也更多地把订单交给台湾厂商，或与台湾合作布局第三地生产，两边的商业来往更趋密切。这一切迹象显示，韩国正在解冻与台湾的关系，虽然不至于恢复邦交，但至少在经贸科技上开始变得友好积极。尹锡悦政府也没有阻挠这些动向，反而默许甚至促成。要知道，过去韩国政府对涉及台湾的议题敏感得很，现在却一改常态，大方提到台湾，可见其考量。对韩国来说，台湾不仅仅是芯片上的盟友，更是与中国抗衡价值观联盟的一员。韩国从前顾忌北京脸色，不敢和台湾走近，如今顾忌少了，因为北京的态度已经无所谓不无所谓，反正中国也不会额外给韩国什么恩惠，韩国何必再绑手绑脚？与其躲着台湾，还不如善用台湾的优势资源，一起应对中国的竞争与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北京对韩国这种明显靠近台湾、疏远自己的做法，
自然是恼火的。但北京目前也陷入困境，中美关系恶劣，国内经济下行，它需要稳住周边，不希望韩国完全倒向对立面。所以北京近期对韩国采取的策略是安抚为主，例如邀请尹锡悦访华，强调双方历史文化友谊，恢复一些文旅交流。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尹锡悦总统在旧金山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了正式会谈，这是尹上任以来首次中韩领导人面对面。会上，习近平表示愿推动中韩关系健康发展，还提到要把中韩自贸协定谈判第2阶段搞好，恢复两国人文交流等等。韩国这边也做出一定回应，例如中方不满的 K-pop 禁韩令问题有望缓解。2023年底，中国终于解除了对韩国团体游客的禁令，允许更多中国旅客访韩。这些动作似乎表明，北京仍试图拉住韩国，不让他一边倒。但韩国方面已相当冷静务实，象征意义的可以做，但不会再为了所谓友好空谈而牺牲自己的战略利益。尹锡悦政府的对华基调可谓和而不同，愿意和你合作，但我有我的立场，不会因为怕你就不和美日台交朋友。韩国新任外交部长在国会答询时也强调，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也是解决朝核问题的重要角色。韩国会努力与中国合作处理共同挑战，但前提是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不难读出，韩国希望建立一种新的中韩关系模式，既非以往的唯中是从，也不是全面对抗，而是在坚定自身阵营立场的同时，寻求务实合作。说白了，就是不再做你的小老弟，我该和谁合作还是会合作，但也不想跟你搞到撕破脸，以免两败俱伤。这样的路线是否可行，取决于北京能否调试，以及国际大环境如何演变。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经过这几年的重大变局，韩国已不会回到从前那种寄望中国拯救经济的思维。北京这次也救不了，甚至从韩国视角看，北京根本没有打算救你，反而忙着救自己呢。在韩国出口暴跌、产业节节败退的这段时间里，有些人或许寄希望于中国经济回暖能再次带动韩国复苏。然而现实很残酷，即便中国经济重新高速增长，韩国能不能喝到汤也是未知数。中国如今面临内部结构问题，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债务沉重，消费疲软。2025年虽有复苏迹象，但大趋势不再像过去那样疯狂扩张进口。如果说以前中国市场像个永不满足的巨兽，年年吞下韩国海量商品，现在它已经成长为一头自给自足的猛虎，没那么饿了，偶尔饿了也更愿意吃自己养的小鸡。韩国曾经期待中国成为白衣骑士，在全球经济不景时拉他一把，但现在看来希望渺茫。就拿新冠疫情期间来说，2020年全球只有中国保持经济正增长，因此韩国对华出口一度逆势上扬，帮韩国迅速走出疫情阴影。很多韩国人当时感谢中国市场恢复神速，但好景不长。2022年后，中国自身难保，清零政策让经济大停滞，随后解封又引发内需低迷，韩国对华出口当然跟着受拖累。由此韩国更明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经济上并不可靠，北京既不可能也不愿意单纯为韩国购买商品来救市，中国只会按自己需要进口。现在中国需要的是能源、粮食、原材料，这些韩国都供不上太多，对工业制成品的胃口有限，而且能自产就不买，于是韩国也只能另谋出路。不少韩国经济界人士近来提出自救的概念，韩国要靠自己技术升级和市场多元化脱困，而不是指望任何国家赏饭吃。事实上，除了向美日台靠拢，韩国也在积极投资新兴领域，试图在下一波科技浪潮中保持领先，以免被后追者赶超。目前，韩国政府全力支持人工智慧、尖端制造、电动车、生技等产业，同时吸引欧美日的投资合作，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存。这些努力能否奏效，还需时间检验，但至少方向已经调整。对中国，韩国也不是完全放弃，他们还是希望卖点东西给中国，只是心态变了，过去是讨好着卖，现在是能卖就卖，卖不了拉倒。韩国从高层到民间都产生一种共识，中国靠不住，既然如此，就不能把国运压在中国身上，而要分散风险，
回顾整个韩国亲中梦破灭的过程，先是政治安全上和中国翻脸，接着经贸上被中国追赶超越，再来国内民意对中国也彻底失望，最后韩国被迫全面改弦更张。这可谓是一出现代国际关系的活教材，充满了戏剧性的转折和无奈的抉择。曾几何时，韩国希望成为美中之间的渔翁，没想到却变成了夹心饼干中那层最薄的夹心，想两边通吃，结果两边都被踢出局。以为抱紧北京大腿能下金蛋，谁知养虎一患，虎大了反噬于人。韩国吞下这些年来亲中路线的苦果，如今痛定思痛，决意掉头。这急转弯是否足以避免韩国经济继续沉沦，未来还有待观察。对台湾而言，韩国的经验教训也别具意义。在国家利益和尊严面前，经济利诱有时是靠不住的肥皂泡，一旦泡沫破裂，只剩遍地鸡毛。如今韩国和台湾这对昔日竞争者走向合作，也是国际格局大洗牌下的产物，耐人寻味。最后，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那耸人听闻的标题：惨了，韩国亲中梦正式破灭，出口暴跌 50%， 急喊台湾求合作，北京这次也救不了。如今看来，这并非夸大其词的耸动标语，而几乎就是韩国现实的写照和写真。韩国多个产业对华出口确实出现腰斩式下跌，为了自救，他们真的放下身段寻求与台湾等伙伴合作。而北京在这一系列变局中确实扮演了无可奈何亦无意挽救的角色。韩国的亲中梦醒了，但梦醒后的路途依然迷雾重重，失去了中国这棵曾经的摇钱树。韩国能否开辟新的天地？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中韩关系再次发生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折？在国际局势瞬息万变的今天，很难断言。可以肯定的是，历经此劫的韩国已经学会一件事：依赖别人的施舍终非长久之计，唯有练硬自己的本事，连结真正的盟友，才能站稳脚跟。北京不会也不能成为韩国的拯救者，韩国只能靠自己和志同道合的伙伴，重新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或许多年后回看，这段亲中梦碎的历史会被韩国视为另一个重要转捩点，正如当年汉江奇迹一般，具有决定性意义。只是这次不再是因为谁的恩赐或眷顾，而是因为韩国自己痛定思痛后做出的抉择。未来的韩国会如何书写新的奇迹，让我们拭目以待吧。